小故事屋。乘着春风，青蛙来到了原野上。哎，那是什么？青蛙手搭凉棚，望向远方，一排排的窗户闪闪发光。走过去仔细看看吧。樟树公寓啊，哇，好高啊！因为脖子痒得太厉害了，青蛙一头朝后栽去。管理员阿言走了出来。你没有摔伤吧？我看呆了，要不要到里面看一看？能让我看吗？当然可以，来，请进来吧。1楼住着狐狸音乐家，2楼和3楼住着2个要好的兔子护士，4楼住着猴子木匠，5楼和6楼是松鼠的餐厅，7楼住着松鸦，8楼到了。这个房间是空着的，好宽敞啊！哇，好好闻的风。你想搬进来住吗？不行，住这么高要累死我的，要爬太多楼梯了。对了，上面住的是谁呀？9楼是猫头鹰，10楼是鼯鼠。那更不行。下面是松鸦，上面是猫头鹰，不是被鸟夹在中间了吗？可它们又安静又好相处啊。不行，我怕鸟。那就再见了，鼹鼠。青蛙觉得下楼梯太麻烦，于是轻轻一跃，骑在了扶手上。它正嗖嗖地往下滑着，突然，哎呀，哎呦，青蛙先生，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哎呀，不好了！兔子护士跑过来，把昏过去的青蛙背到屋里，让它躺下来，给它敷额头、上药，还给它的腿缠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绷带。青蛙终于清醒了。腾，这是哪里啊？3楼，我的房间。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什么东西撞坏了吗？墙上的壁灯。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壁灯很快就会修好的，不用担心。倒是你，赶快好起来吧。松鸦宝宝们跑了进来。鸟来了！这是妈妈烤的布丁。妈妈说让你快点好起来。谢谢啊！青蛙迷迷糊糊地醒来一看，狐狸来了。护士们今晚要值班，由我来照顾你。狐狸轻轻地拉起了小提琴，青蛙忘记了疼痛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青蛙完全好了。这里的住户太亲切了，这里真好啊。我想就是稍微累一点也没什么。鼹鼠先生，我能搬进来住吗？欢迎，热烈欢迎。楼梯有点长，真是难为你了。窗户也有点高，是吧？门把手也有点那个。我会跟猴子木匠说一说，让他把房间改造一下，让你住得舒服些。青蛙提着包搬了进来，他先跑去看窗外的景色。哇，这里能看到全世界。然后高高兴兴地在门上挂上了名牌。这天晚上，松鼠厨师在环境优美的核桃亭餐厅为青蛙开了一个欢迎派对。这下公寓更热闹了，真高兴啊！青蛙先生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游泳教练。第二天早上，管理员阿言开心地把贴在外面的那张写着有房出租的纸揭了下来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红袋鼠的故事，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点一下右上角订阅小故事屋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听到新故事啦。